1992年，人人嫌臭的田螺，在我眼里却是遍地黄金。我在村口挂出一块纸板，田螺1毛1斤，现款现结，村民当场笑疯了。川子，你这是没考上大学，把脑子考坏了吧？水沟里那臭玩意儿，白给都没人要，你还花钱收？等着吧，这傻子用不了几天就得赔得底朝天。我没解释，未婚妻也离我而去，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他们现在笑得越狠。当我用祖传秘方做出香辣田螺，一晚上卖光几百斤，赚得盆满钵满时，未婚妻又出现在我摊位前。陆川，你个落榜的泥腿子！2年前你爹看病借了老子1000块，现在连本带息1500。今天要是掏不出钱，老子推了你这破院子抵债！雷彪，借条写的是下个月初还清，想强拆你当我是泥捏的？嘿，落榜把脑子考瓦特了，敢这么跟我说话？川子，别挣扎了，你连大学都考不上，现在连房子都没了。我妈说了，咱们的婚事作废，我明天就跟着郑少去城里的大厂上班了。听见没，泥腿子？癞蛤蟆别总惦记着天鹅肉，以后去城里夜市捡破烂，报我郑大少的名字，赏你2根烤肠。陆川，你媳妇拿泥巴给你洗脸呢。免费的天然火山泥面膜，郑大少还挺客气。笑够了吧你？你想干嘛？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无非就是要钱。给我7天时间，7天后1500块，我一分不少拍在你脸上。要是少1毛钱，我自己开拖拉机把房子平了。7天1500，你他妈去逛银行啊？行，老子让你死个明白，白纸黑字写下来，到时候收房更是名正言顺。7天后老子再来，没钱就让你全家滚蛋。川子，爹拖累你了，7天1500怎么赚啊？实在不行，你跑吧，去南方打工。爹，瞎说什么呢？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川子啊，你过来。这是啥啊？武林秘籍？捂你个头！你太爷爷当年是省城最大酒楼的头号大厨，后来躲战乱才回了村。这菜谱就一直压在箱底。香野泥螺，可见肉少，世人皆以为贱。若以宽油猛火，辅以18味香料爆炒，民国显贵皆好此口。泥螺，那不就是村外烂泥沟里泛滥成灾的臭泥螺吗？这是遍地免费的黄金啊！加上辣椒和紫苏，这就是未来统治全国的夜宵之王。妈，爹的药费全在泥沟里了。不行，这效率太低了。就算我把这10斤炒出龙肉的味道，也卖不了几个钱。太爷爷的秘方是个聚宝盆，但这盆太大了，光靠我一双手，7天绝对赚不够1500。漫山遍野的水沟里全都是不值钱的烂泥螺，这弯腰就能捡的钱，我一个人捡不完。那就花点小钱，让全村人帮我捡。川子，你这落榜受刺激，脑子进水了吧？就水沟里那臭泥螺，喂鸭子鸭虾都嫌腥，你居然花钱收还1毛钱1斤，你家印钞票的呀？川子，你要是真有钱烧的，不如直接给叔买包大平门抽，叔还能记你个好。这破烂玩意儿要是能换钱，看我钱大勇今天能把村后的烂泥沟直接喝干。王婶、李叔，大家别光笑啊，拿来试试不就知道了。川子，大爷早上摸虾，顺手在水沟里捡了点这玩意儿，8斤3两，大爷，算您8斤半。张大爷，您的钱1分不少。真给钱啊？张家的别睡了，快把家里的尿素袋子全找出来，下河摸泥螺去啊！这边多。整个白水村像是被捅了的马蜂窝，彻底炸了锅。哎呦，川子，婶子就知道你有出息，从小看你就聪明，是个干大事的料。快，给婶子称称，这可是婶子跑到深沟里摸的。好嘞，王婶，20斤2块钱，你拿好。川子，这可是咱家最后的底子了，你收这么多，要是城里人不要，咱家可就真得喝西北风了。妈，
这就叫重仓出击。有了这300斤货，今晚我要让城里的大场夜市彻底姓陆。这香味儿一定能大卖。傍晚7点，终于赶到了红星场的夜市。此时的夜市烟熏火燎，人声鼎沸，烤羊肉串的、卖炒粉的、煮花生豆的摊位一个挨着一个。正宗林家紫苏爆炒辣螺，下班下酒神器，1毛钱1勺，买2勺送1勺。小伙子，这味儿挺窜啊！卖的啥稀罕物？大哥，尝尝，这叫金钱螺，配冰啤酒，绝了！啥金钱螺？这他妈不是农村水沟里的臭泥螺吗？这种脏污环境长大的垃圾虫，你也敢拿来城里卖？大哥，这用秘方炒的，绝对没土腥味儿。哼！呸呸！去你大爷的！吃老子一嘴泥！城里的夜市也是你这种泥腿子能来骗钱的，滚回你的乡下喂猪去吧！乡巴佬，真以为城里人的钱那么好赚？臭泥巴也敢拿来卖？赶紧滚吧！太爷爷是省城名厨，配方绝对不会错，紫苏的香味也没错。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泥螺生于淤泥，体内满藏沙土，烹调前需置于清水，投入生锈铁器，滴入香油数粒，静养12时辰，促其疯狂吐沙。入锅前必以铁钳去其尾端，清其肠道，方能汁水入味，一吸即出。哎呀，我急于求成，把最核心的预处理步骤给漏了，没让田螺吐干净内沙。川子这费时费力的，城喜人真认这个？妈，这就叫核心竞争力。今晚我要让那帮城里的大厂工人见识下什么叫美味。这次一定能成功。哟，乡下来的小伙子，真是不怕死啊！昨天摊子被砸了，今天还敢来卖这臭泥螺。城里人认不认得？用嘴说话。啊！我操，什么味儿？这么香，好像是那边那个卖田螺的地摊传过来的。哟呵，泥腿子，你还没死心啊？大家散了吧，这玩意儿就是一包泥沙，谁吃谁硌牙。陆氏祖传紫苏金钱螺，专供大厂兄弟下酒，今天不卖钱，只送元。只要你在旁边小卖部买2瓶冰啤酒，我免费送1勺试吃，当场试吃，吃出1颗泥沙，我陆川倒赔你10块钱。好小子，这可是你说的，老子今天就来赚你这10块钱。来，给我盛1勺，老子今天非吃出泥沙来不可。爽，太爽了！饭给我拿个大盆来，老子要装满。多少钱1勺？老子全包了。我操，真有这么好吃？给我也来1勺，我也去买啤酒。给我留点，别抢啊！1毛钱1勺，排队排队。郑大少、白宇，你们城里的钱似乎挺好赚啊。陆家这次算完了，7天赚1500，除非中彩票啊。可惜了，陆川这孩子落榜受了刺激，非要逞能。陆川，时辰到了，老子今天没耐心跟你废话，钱拿不出来，现在就给老子滚出这个院子！1500块连本带息，数清楚了。拿着你的臭钱，带着你的破拖拉机，从我家院子里滚出去！你小子哪来这么多钱？这就不劳雷老板操心了。爹妈，你们的病有钱治了，但这才刚刚开始。
哟，这不是陆老板吗？怎么着？听说你这2天靠卖臭虫赚大发了？我这烧烤摊的客人都跑你这儿吃烂泥了，你让我喝西北风？路是大家走的，钱是大家赚的，我摆我的摊，你烤你的肉，井水不犯河水。红星场这片夜市，老子就是规矩，你个村里来的泥腿子也敢在这儿抢老子的食吃？今天给你2个选择，要么把配方交出来，以后老老实实给我供货，要么立刻滚出红星场，以后见你一次打一次。怂包一个，还以为多有种呢！兄弟们，明天老子也搞点臭虫来炒，这生意归咱们了。白水村的乡亲们听着，村外所有的水塘、烂泥沟都是属于集体的财产。我雷大老虎作为砂石场老板，现在把全村的水源都承包了。陆川要想花钱收你们的田螺，门儿都没有。谁敢帮他赚这个钱，老子砸了他家的锅！川子啊，这可咋办？雷彪这是断咱们的活路啊！妈别急，他雷彪能管住白水村，他还能管住全中国不成？我去隔壁村走一趟。黑水村的父老乡亲们，我是隔壁白水村的陆川，今天我来是给大家送钱的。水沟里的活体野生田螺2毛钱1斤，无限量收购，价格比白水村高1倍，现款现结，绝不拖欠1分钱。小伙子，你说话算数，这破烂玩意儿你真给钱？5斤2两，算6斤。哎呦我去，真给钱呀！老婆子，别缝衣服了，拿上蛇皮袋下河。大牛赶紧去把抽水机拿给我抽干。哥，黑水村的人捞田螺捞到2村交界处了。走，去看看。黑水村的，你们敢来老子地盘抢东西？雷彪，你算个什么东西？人家陆川是财神爷，给咱们村送钱，你他妈敢挡我们的财路？你再往前走1步试试，老子跟你拼命！哼！货源解决了。真以为霸占了夜市，我就卖不出去东西了？雄霸，今晚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川子，咱今晚去哪儿卖呀？夜市去不了，这么多田螺，要是放到明天可就臭了。爹，你放心，山不救我，我便去救山。雄霸能霸占夜市那块地皮，但他霸占不了工人的肚子。哎，2位兄弟，洗衣服呢？我操，陆老板，我们哥俩正馋你那口田螺呢，刚去夜市转了一圈，没找着你。听说你摊子被雄霸给砸了。一点小误会，兄弟想不想吃田螺？不要钱，我请客。还有这好事儿？兄弟们，我今天不摆摊了，我换个玩法。你们俩在厂里人头熟，帮我个忙。你们去楼上挨个寝室推销，不仅送货上门，如果他们需要啤酒，你们去厂里小卖部原价代买，每卖出1碗田螺，我给你们抽1毛钱的提成，干不干？干！必须干！记住口号：正宗陆氏紫薯辣螺，直接送到床头，不出门就能吃夜宵。买田螺免费跑腿，代买冰啤酒。陆记紫薯辣螺送到床头了，免费代买冰啤酒。我操，送货上门，这服务太他妈到位了吧！给我来2碗，再去给我提4瓶大绿棒子。我也要，别抢前面那个宿舍的，少买点儿。奇了怪了，今天厂里放假了，怎么都没人出来吃宵夜？吃什么夜市啊？人家陆老板的紫苏田螺直接雇人送到宿舍床头了，不仅送夜宵，还帮着跑腿买冰啤酒。大家都在宿舍里嗦田螺呢，谁还跑出来挨蚊子咬啊？干什么？社会闲散人员禁止进入厂区宿舍，立刻滚蛋！想吃牢饭是不是？卖臭螺的，你给老子等着！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小蜜蜂呀，飞在花丛中呀，快给老子多一颗，这螺太入味了。谢谢陆老板，明天不，以后我们哥俩还跟您干。这一晚上的纯利润800块钱，800块钱。雄霸，你以为这就结束了？明天我要让你连夜市摊位费都交不起。你来干什么？来看老子笑话的？1000块，买你这个摊位的固定使用权，加上你后面的那个砖瓦小门破，这价格足够你交清堑场保卫科的管理费，还能剩点路费。拿着钱走人。你狠！快点快点，终于有正经铺子了！陆老板，给我也来3碗。妈的，这泥腿子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郑少，他卖的太贵了，1毛钱1勺呢，也就是工人们图个新鲜。这泥沟里的虫子能值几个钱啊？对啊，臭泥螺而已，漫山遍野都是，成本几乎为0。他陆川能炒，我凭什么不能炒？他不是卖1毛钱1勺吗？老子卖5毛钱。我爹是采购科长，我能调动厂区小食堂的人帮我干活，我直接开3个摊位，把他围起来，搞价格战压死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同样的田螺比隔壁便宜1半，还买1送1。傻子才去花冤枉钱买1毛钱的。我操，隔壁这么便宜，要不咱们去尝尝？对呀，反正都是田螺，能有多大区别？走走走，去隔壁。怎么着，泥腿子，傻眼了吧？真以为赚了2个臭钱就能在城里站稳脚跟了？跟我玩资本，跟我玩价格战，老子今天就算亏本卖，也要把你这摊子硬生生挤黄！哼，跟我打价格战，郑大少，你可能对餐饮业的核心一无所知。让子弹飞一会儿，最迟明天，你会求着工人们不要砸你的摊子。郑老板大气啊，这价格才叫为工人兄弟着想。给我来2毛钱的，直接装满1大碗。看到没，小雨，这就叫资本碾压。不出3天，我让他连摊位费都亏进去，灰溜溜的滚回村里。老李，你觉不觉得这田螺味道有点不对劲？呸，这螺尾巴都没剪，根本吸不出来肉啊！我用牙签挑出来一块，怎么一股子泥巴味儿？我去，这特么不仅没剪尾巴，连泥沙都没吐干净，我这刚补的大牙差点崩了。我操，这田螺是臭的，老子肚子疼。退钱，这他妈就是一锅毒药。老子吃了一嘴沙子，还差点崩掉牙，连泥都没洗干净拿来卖。退钱！退钱！退钱！给个说法！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啊？5分钱的东西，你们还想吃出龙肉的味道来？便宜没好货，不懂吗？不吃滚蛋！别在这闹事儿！好一个便宜没好货，那你就该拿死田螺糊弄我们！人家陆老板卖海米1勺，颗颗干净无沙，吃进去那是神仙享受。你这破东西，就是喂猪，猪都不吃，不仅骗钱，还想害老子拉肚子，砸了他！住手住手，都给我停下！别在这闹事，停下！陆老板，你这锅里准的什么宝贝？陆氏绝技田螺神仙卤味，我不用劣质香精，不用辣椒精，我用太爷爷传下来的秘方熬出的顶级田螺浓汤，慢火卤制足足4个小时，入口即化，满口生香，1毛钱1块，先尝后买，不好吃倒赔10块。我的天，这特么也太好吃了吧！老板，给我来5块猪肘，再来5个鸭锁骨，这玩意儿配酒比田螺还过瘾啊！给我也来一份卤味的，我要鸡爪子，给我留点儿，给我留点儿。
郑大少，商场不是过家家，明天记得把摊位费交了，别让保卫科看笑话。爹，妈，从今天起，咱们白天也别闲着了。田螺的产量现在不是问题，黑水村每天能源源不断的送货。我要把田螺肉挑出来，做成能保存的冷吃螺肉，白天卖进厂里小卖部，晚上继续摆夜市，两头赚钱。老板老规矩，来2大包塑料袋。陆老板实在对不住，不是我不卖给你，是上面打过招呼了。镇上所有的食品级塑料袋都被红星厂的刘科长给包圆了，谁要是敢偷偷卖给你1个塑料袋，谁就得卷铺盖走人。没有塑料袋，冷吃螺肉就没法密封，没法密封就过不了小卖部那关，放2天也会坏。郑家这是釜底抽薪，想把我的货活活憋死在家里。现代工业的塑料袋不卖给我，那我就用1000年前的古法，彻底颠覆你的工业包装。张大爷、李大爷，大家停停手里的活儿。哎，川子，你这是干啥？我想请大伙儿帮个忙，山上的毛竹，挑那种手腕粗细的，给我结成半个手掌高的竹筒。池塘里的野荷叶，洗干净晒软，剪成小圆片。我要2000个，2张外币钞票，只是定金。做好了，每个竹筒我再给1份额外的手工费，做的越多，赚的越多。川子，你放心，老头子我豁出这条老命，今晚不睡了。郑大少，你以为你封锁了塑料袋就能憋死我？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的审美。哎呀，什么味儿这么香？是陆老板，他又搞出什么新花样了？陆氏古法荷香竹筒冷吃螺肉，原生态包装，荷叶保鲜，竹筒增香，1桶50美铂，放在车间里，馋了就挑1块防困解杂。今天只带了500桶，先到先得。这包装看着就像高级货呀！这竹筒吃完了还能当笔筒呢，给我拿5桶，我带回去给老婆尝尝。来，陆老板，你这包装绝了啊！我这供销社给你个专柜，你每天给我送1000桶，卖不完算我的。合作愉快。爹，你这招釜底抽薪绝了，全镇的塑料袋都被咱们扣了。哼，陆川那泥腿子的冷吃螺肉绝对烂在锅里，不出3天，他就得跪着来求我。郑科长，厂长让你去趟他办公室。刚才第1供销社进了一批什么古法竹筒螺肉，工人们抢疯了，甚至因为买不到差点打起来。厂长听说包装极其精美，还带有咱们当地的文化特色。他让你赶紧去联系那个叫陆川的老板，厂里要大批量采购，准备作为今年中秋节给外宾和上级领导的特色伴手礼。乡亲们，我是陆川，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儿，来村西头的打谷场开个短会，关于赚钱的会。哎呦，川子，这次是不是又要涨价收田螺了？田螺照收不误，接了城里厂的单子，我要给大家找个硬长远的财路，需要大量定制竹筒包装。从今天起，白水村正式成立竹编手工合作社，全凭自愿报名，不需要大家出钱，只需要出力。上山砍竹子做竹筒，1分钱1个；采野荷叶清洗晾干，1分钱5片；挖黄粘土调泥按天算，1天3块钱；手脚麻利，1天赚2-3块。手工费现款现结，绝不拖欠。
真的假的？接根竹子就能换钱？山上的竹子多的能把人埋了呀！我报名，我家4口人全报名，谁也别跟我抢！川子，你就是咱们白水村的活财神啊！陆哥，那啥，我们这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能去挖泥不？能，只要肯干活，白水村的钱大家一起赚。白水村的泥腿子们，白水村的泥腿子们，听着，我是城里金海鲜酒东的金总，陆川出更高价收你们的田螺，我出翻倍价，只要是泥沟里爬的，大大小小我全要，而且不用你们自己下河，我们这儿有最先进的电网，捞出来的全按谈好的价格给你们结算。陆老板，不好意思啊，这野生资源是无主之物，你能收我也能收。我看你今天要是收不到1斤货，拿什么去交红星厂的订单？拿你家院子里的土吗？川子啊，这人家出2毛呢，这不能怪婶子不讲情面啊。王婶，你去吧。今天谁想去赚这2毛钱，我不拦着。川子，你糊涂啊！他们用电网这么捞，不出3天，咱们以后拿什么做买卖？爹，您觉得用电网电死，连泥带沙不分大小一锅端上来的田螺，能养活吗？能吐出沙吗？城里人会吃这种死了发臭、满嘴泥巴的垃圾吗？金总既然这么喜欢当冤大头，那就让他收。他把野生的全捞绝了，反而帮我清了场，野生时代结束了。明天起，我要让这白水村的泥地里长出金子。造孽呀！这断子绝孙的捞法，以后咱们村连个活物都见不着了。妈的，这他妈是怎么回事？老子投了那么多钱进去，你就给老子看这个？老板，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啊！电网打上来的田螺内脏全被电碎了，本来就活不久，再加上天气热，泥沙又多，放在水箱里一捂，全死绝了。给我煮！死田螺怎么了？放重辣椒，放重花椒，把泥巴味和臭味给我盖上去，拿去夜市5分钱1勺，大甩卖。这是废池池里捞出来的吧？壳里全是淤泥，肉是烂的，还发臭。退钱，不然砸了你的摊子。川子这脑子真是神仙下凡啊！他早看出那个胖老板要栽跟头。可不是嘛。但现在水沟里连个螺螺苗没了，川子的生意咋办？白水村的老少爷们都过来，听我说2句。大家都看到了，城里的老板拿着绝户网，把咱们这10里8乡的野生田螺捞绝了，水沟空了，咱们赚到头了。但是野生的断了，咱们就自己养。我要带着大家在白水找咱们自己的田螺生态养殖田。川子，你疯了？那玩意儿是害虫，养它干啥？就是，它在田里打洞，会把水稻的根都给咬断的。大伙儿听我说，我们要搞的叫稻螺共生。我们在水田周围挖深沟，中间种水稻，田螺吃水里的杂草、虫子和腐烂的植株，不仅不会咬断稻根，反而帮水稻除虫除草。而田螺排出的粪便是极为肥沃的有机天然肥料，能让水稻长得更好。水稻为田螺提供乘凉的遮蔽物，田螺为水稻施肥除虫，这叫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我知道大家怕担风险，怕养出来卖不出去。从今天起，谁愿意拿出废弃的荒手田，跟着我干的？田螺种苗，我陆川免费提供；防病虫的草药配方，我陆川免费出。到了年底，只要是清水养出来的合格大田螺，我陆川全部包底收购，价格绝不低于1毛5分钱。签合同，按手印，具有法律效力。我干，川子，我家村后那3亩黄水田全听你的，反正那破地种粮食也长不出几厘米，不如跟着你拼一把。我也干，我家出5亩。川子，算婶子一个，婶子以前眼瞎，以后就跟着你混了。好家伙，川子这简直神了呀！这几个月咱们听你的，不用化肥，不打农药，就在水里扔了些你配的中草药包，这田螺长得比野生的快了1倍不止啊！而且这肉看着就结实。清水养殖不沾底泥，吃的是虫子和腐草。田六叔，你再看看咱们这水稻，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川子，
你真是在地里种出金子来了！乡亲们丰收了，快带网兜下田啊！老周，给我留2桶竹筒螺肉，我今天夜班就指着这个提神呢。去，排队去！今天陆老板送来的2000桶，5分钟就抢没了一半，谁先抢到算谁的。妙，太妙了！这肉质紧实弹牙，这调味辣而不燥，香而不腻。最难得的是，这包装里透着一股咱们老祖宗的文化底蕴。哈哈，去，把采购科的老刘给我叫来，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今年咱们厂给省里领导送的节礼，还有给职工发的中秋福利，不送那些油腻腻的月饼了，全换成这种荷香竹筒螺肉，订个1万桶，不，2万桶的最高规格礼盒装。哎。厂长，恐怕有难度啊！这家供货商是个乡下泥腿子，叫陆川，个体户，生产规模有限，而且他之前在夜市摆摊儿，还跟我家那小子有点小摩擦。人家这东西代表了咱们当地的特色，送去省里能给咱们厂长脸。老刘，你平时在采购上动点小手脚，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次是厂里的政治任务，完不成，你这个采购科长也就别干了。你去白水村亲自登门，务必把这2万桶的订单给我敲下来。是，厂长您放心，我这就去办。陆老板在吗？鄙人红星厂采购科刘文斌特来拜访啊。这不是垄断了全镇塑料袋的刘大科长吗？怎么，城里的风水不好，刮到我这穷乡僻壤来了？之前小二不懂事，在夜市上跟你有点误会，我在这儿给你赔个不是了。那塑料袋的事儿也是个误会，我回去就让他们给你敞开供货。别塑料袋。那玩意儿有一股子化工味儿，配不上我的螺肉。我还要多谢刘科长封杀之恩，不然我也想不出这古法竹筒的包装。陆老板大人有大量，我这次来是代表咱们红星机械厂厂长给你送大生意来的，2万桶最高规格的荷香竹筒螺肉礼盒，作为今年中秋节的职工福利和送外宾的伴手礼，这可是能让你一波肥的天大好事儿啊！哦，接不了。这什么？陆老板，你是不是没听清？2万桶啊，这不是200桶，这可是好几万块钱的大单子。我听得很清楚。第一，我这里的产能，光第一供销社每天就要1000桶，我供不应求。第二，我的竹筒包装，全村老少都在加班加点赶制，人工成本极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不相信你的人品，万一我备好了货，你在验收的时候卡我脖子，或者拖欠我的货款，我这小本生意可经不起你折腾。陆川兄弟，陆大老板，我保证绝不卡脖子，货款我直接让财务全款预付，全款，求求你帮老哥这个忙，你开个条件，只要我能办到的，绝无二话。既然刘科长这么有诚意，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要我接这2、5桶的订单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3个附加条件。第一，从今天起，红星机械厂3个食堂的卤味窗口由我陆氏独家承包，任何人不得插手。第二，厂区内所有的小卖部、供销社，我的产品必须摆在进门最显眼的 C 位。第三，这批2、5桶的中秋提盒，单价不是5毛，我要定制精美一篮，10块钱，少1分都不卖。陆老板，这第1条是不是太过了？食堂那是国营的，私人承包，这不合规矩啊！规矩是人定的，你要是觉得为难，那请回吧。老厂长那边你自己去解释为什么拿不到货，或者我亲自去找老厂长谈谈。我签。川子儿，这能行吗？爹，对付君子要讲道义，对付小人就必须比他更狠。咱们正式接管了大厂工人的舌尖。爹，难道就看着那个泥腿子在咱们的厂里大把捞钱？他不是靠那个什么生态清水螺发财的吗？要是他的田螺全死光了，我看他拿什么去交食堂的差？天杀的，是哪个不要脸的畜生干的？川子，完了，全完了！有人投毒。川子，这可咋办？不仅田螺死了，这地也毁了，2年内种不出庄稼呀！第一，铁牛叔，马上报警！这不仅是毁坏财物，更是投毒，危害公共安全。第二，大家不要碰水里的死螺，毒性太大，立刻组织人挖深坑，深埋掩埋。第三，封锁消息，绝对不能让红星厂的工人知道咱们的货源出了问题。陆老板，今天怎么没上组田螺啊？我今天夜班就指着这个提神呢。
川子，要不咱们市里进点冷冻的海鲜对付一下？不行，品质一降，咱们的招就彻底砸了。大螺吃肉，小螺入魂，取极微之毛螺，熬制3天3夜。大螺吃肉，小螺入魂。谁规定田螺只能炒着吃肉的？既然大田螺没了，那老子就把这不值钱的小螺丝直接熬成汤。川子，你这是在煮屎吗？这味儿太统了。爹，这叫闻着臭，吃着香，这是灵魂。我操！今天食堂是不是粪池炸了？怎么这么臭？好像是从临时卤味窗口传过来的。爹，你闻闻，这泥腿子肯定买不到田螺，拿发臭的死螺来糊弄人了。哼，嘿嘿，我这就去叫保卫科和卫生局，今天非把他赶出厂不可。陆氏绝技高汤原汤螺蛳粉，1碗1毛5，管饱。今天新品上市，前5碗免费试吃。哼，吃不惯倒赔5块。妈的，陆老板的紫苏田螺没翻过车，我今天就信你一回。哎，太他妈过瘾了！老板，给我再来2大碗，我要打包带回宿舍吃。好嘞，给我也来1碗。这味儿闻着臭，看老李吃的怎么那么香啊？别抢，我先来的，给我多放点那种臭酸笋。想用物理断货弄死我？哼，老子不仅没死，老子还要在这个赛道上封神。给我留一口。川子，不好了，你快看看这个！这是哪儿来的？城里红星厂大门口，还有各大供销社全铺满了。他们搞倾销啊，买1送1，咱们买1块5一盒，他们连送带卖，算下来才5毛钱1包。没有螺肉，没有筒骨，纯粹是用劣质螺肉、香精、辣椒精和大量味精搅断出来的化工料包。腐竹也是用劣质豆粉炸的，酸笋根本没发酵到位，只有一股死酸味。川子，你别管它好不好吃啊，工人们贪便宜呀，5毛钱1包还能当饭吃，这谁顶得住？老周，今天咋不去陆老板那儿吃原汤粉了？哎，陆老板的粉确实好吃，但1块5太贵了。这5毛钱1包的，虽然味道怪怪的，香精味重，但能填饱肚子啊。这年头省钱才是净道理。李老板，对不住啊，康泰那边不仅供货价低，还给了我们上架费。你的手工竹筒粉虽然好吃，但太贵了，卖不动啊。川子，要不咱们也降价吧？是啊，咱们把骨汤兑点水，少放点料，卖8毛钱，跟他们拼了！绝对不降价，更不能在骨汤里兑1滴水。一旦打价格战，拼工业成本，我们一个小作坊，怎么可能拼得过几千万规模的沿海大厂？跟他们拼香精，我们死路一条。那咋办啊？总不能看着作坊倒闭吧？是啊，拼工业我们拼不过，那我们就用他们工业资本永远学不会、永远买不到的东西，对他们进行升维打击。铁牛说，带上2盒咱们的顶级原汤粉，跟我去一趟县政府，咱们去申请免死金牌，去建立一道康泰食品砸1个亿都跨不过去的终极护城河。领导，您尝尝。呸！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化工料，一股子塑料味儿。领导，这塑料味的东西现在垄断了咱们县的速食市场，外省的资本用极其低廉的价格摧毁了咱们本土的特色食品。如果任由他们搞下去，不仅我陆川的小作们要倒闭，白水村生态稻螺田会荒废，几百个村民会重新失业。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是在砸咱们特色美食的招牌。陆川，你是个聪明人，资本财大气粗，政府也不能强行干预正常的市场价格战。你今天来找我，肯定有破局的法子，说吧，需要县里怎么支持你？我要申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要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真正的螺蛳粉汤底必须是用白水村极其清澈的泉水熬制的，老土坛子配料必须是咱们白水村后山特有的野生紫苏和老土坛子发酵的酸笋，螺肉必须是咱们本地生态田里养出来的不沾泥的清水螺。领导，一旦咱们申请下来这个标志，它就不再是一碗普通的粉，它是一张代表咱们县的文化名片。康泰食品的工业流水线再牛逼，他们能复制化工香精，但他们永远无法复制白水村的泥土和泉水。
好小子，好一个地理标志！这事不仅对你有好处，对咱们县也有好处，更是给咱们县争皇添彩的大政绩。我亲自给你批文件，给你开绿灯申报。5毛一包，好吃不贵，大厂大品牌。都停一下，各位工友兄弟们，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陆老板厉害啊，这牌面太大了。是啊，今天工商局和电视台的同志都在这里，我要当众揭穿所谓的便宜大牌到底是个什么工业垃圾。大家看清楚了，这里面有1粒螺丝肉吗？有1滴骨和汤吗？全是人工合成的，极其劣质的腊精和螺肉香精。你们吃进去的不是便宜，而是化工废料。而真正的螺蛳粉在这里，这是用极其优质的白水村生态清水螺熬制了8个小时的原汤，这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代表我们本地极品美食的名片。1块5，1块5，贵吗？贵啊！用最好的食材，极其费时费力的古法熬制，这叫物有所值。老子说这几天怎么越吃越恶心？原来是香精勾兑的。老子差这1块钱吗？老子要吃有营养的正宗原汤。陆老板，给我来2碗，我买2盒带回去给媳妇儿尝尝。好嘞，这可是咱县的特产了。陆老板真是年少有为，久仰大名啊！顾老板不在沿海赚大钱，跑我这小村子里闻泥巴味儿来了。陆老板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之前咱们之间有点小误会，下面的人不懂事，搞恶性竞争，我已经把他们全开了。今天我来是带着极其巨大的诚意，想跟陆老板合作的哦。哦，怎么合作？我们康泰出资300万，买断陆老板您的陆氏密普和白水村地理标志的使用权，然后我们利用沿海极其先进的工业流水线，将罗村推向全国。陆老板您什么都不用干，在县城买几套大别墅，舒舒服服当个富家翁，如何？顾老板，你这算盘打的，我在白水村都能听到沿海的响声。300万就想买断我陆家祖传的秘方，买断白水村子孙孙的财路，你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呢，还是在侮辱我的智商？陆老板胃口太大可不好，你这小作坊1年能赚多少？300万足够你奋斗几辈子了。我奋斗几辈子？顾老板，你信不信？不出3年，我光是靠卖这原汤料包，1天的利润就不止300万。我掌握着世界上极其独一无二的原产地材料——白水村的泥土和泉水。我拥有极其正宗的调味秘方，陆家4代传下来的，不是实验室里调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把工业干精粉等于垃圾的观念极其深刻地烙印在了消费者的脑子里。顾天红，现在不是你出钱收购我。合作可以，但我有3个极其苛刻的条件。第一，康泰食品旗下所有食螺蛳粉生产线必须接受我极其严格的品控。第二，每卖出1包螺蛳粉必须打上陆氏秘方授权的标识。第三，每卖出1包，我要抽取30%的纯利润作为技术和品牌授权费。这不可能，这太荒唐了！你这是抢劫！大门在后面，不送。最多半年，我会自己建厂，到时候你连做我代工厂的资格都没有。我签。车来了，收购咱们厂的大老板来了。陆老板，我的天，真的是当年在夜市卖紫薯田螺的陆川，他居然就是那个出资2000万收购咱们厂的大老板！真的假的？陆老板，你是来救我们的吗？我们还能有饭吃吗？各位工友，红星机械厂的牌子今天摘了，但这块地明天就会挂上陆氏食品集团第2家工厂的牌子。接着牌子，只要你们愿意，工资在原来的基础上翻1倍。真的？不仅管饭，年底还有极其丰厚的奖金。陆总，恭喜您完成这次极其震撼的跨界收购。短短2年时间，您从一个高考落榜、在夜市摆地摊的农村小伙，打造出了一个估值极其恐怖的100亿速食帝国。请问您成功的最大秘诀是什么？是资本的力量，还是极其高超的营销手段？我太爷爷留下的那本菜谱，是我起家的魂。城里这个大厂夜市的竞争，是我极其宽广的舞台。至于资本和营销，那只不过是极其顺手的工具吧。真正让我走到今天，让我缔造这个帝国的秘诀，是白水村那极其厚重的泥土给我的底气。那是中国最底层的烟火气，那是一切奇迹生长的力量。